欢迎回来，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要把焦点放在亚洲。那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啊，就是 NSS 啊，是不是把他们的重心未来可能会放在亚洲？可能不一定。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呢，这个答案恐怕是肯定的。中国大陆外长王毅在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他分别和柬埔寨的副总理兼外长巴素坤，还有泰国的外长希哈萨两人通了话。王毅特别强调，要警惕有人散布不实之词，抹黑中方与泰柬两国的友好关系。而且王毅也表示说，中方作为泰柬两国的朋友和近邻，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两国兵戎相见，而当务之急是做出决断，尽快停火，及时停损，重建互信。泰国军方在这个礼拜也证实，那么他们成功的在柬埔寨境内摧毁并且轰炸了6栋跨国集团这个诈骗集团所用的建筑物，包括了2座被美国制裁的赌场、饭店以及大型的度假村。好，现在其实泰柬发生冲突，我们知道是台面上的事实，不过背后所凸显的却是2个大国之间的角力啊。这个调停泰柬是维持整个东南亚的世界秩序，变成了好像中美影响力在彼此这个互动见真章的一个场域。所以拉回到从北京的思维来看，大使觉得北京的思维跟它涉入程度的取决考量，你觉得会是如何？当然，北京事实上在过去这很长一段时间是柬埔寨的最大的安全保证。柬埔寨当时被这个越南入侵那基本上差点成为越南的这个领土一部分那不是中国大陆当时出手的话，那么柬埔寨现在还存不存在都是问题。那洪森事实上过去这么多年来，它最大的安全保障就是北京。如果没有北京的话，越南不会对他那么客气。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国大陆对柬埔寨的看法。当然，他不愿意这个所谓大越南主义在中南半岛出现所以你看，北京跟这个老挝跟这个柬埔寨都维持很密切的关系。那尤其柬埔寨，那柬埔寨最近几年它的经济开发也主要是依靠中国大陆，而且中国大陆给它很多这些大的项目，一个就是修这个湄公河出海的那个运河这个运河会让这个在柬埔寨境内最大的最重要的这个湄公河它找到自己的出海口，要不然这个整个湄公河对于柬埔寨意义大减那可是这个湄公河的这个出海的运河前一阵子就传出有问题，因为中国大陆是整个帮它包下来，结果当然就最后这个经营的公司的股权是51%在中国大陆手里面可是后来洪马内上任以后，他就推翻了，那么产生一个股权的争执现在好像已经不是那么严重了。第二个，洪马内也有一个很奇怪，就是洪森的儿子洪马内他3月的时候去了一趟菲律宾，对，跟菲律宾签了8个合作协议，对，结果他又邀请小马可仕也到这个柬埔寨去这个访问。那你知道这个是蛮敏感的，菲律宾现在跟中国大陆关系蛮敏感的，对，因为美国的关系。对。另外，云亮港的问题，云亮港事实上的话，他当时中国大陆帮他修的这个，把它这个可以做军事用途把它扩充结果洪马内上来以后，他把美国、越南还有这个澳洲很多的这些军舰都邀請他去云亮港访问这些作为的话，就让外界很质疑说，这个洪马内你是不是在想要玩一套新的战略方法？这个不管中国大陆怎么看我觉得这么大的动作，泰国会很清楚。那泰国当然知道柬埔寨洪森政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可是他看到如果洪马内是这样搞的话，那他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对，所以再加上洪森，事实上的话，在上一次边界冲突本来都是小事，结果你看这个塔克辛他的女儿佩通坦，就跟他打个电话，他把这个内容全部都要公布了，害得佩通坦也下台了，对不对？害得塔克辛现在不晓得在监狱里面出来没有，好像1年吧。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些情况之下，我觉得就造成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泰柬长达快100年的这样子的边界冲突在现在从泰国角度看，发觉它的背景因素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也就是说，跟柬埔寨可能就不需要有太多的这些保留了。
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出来，就事情就扩大。其实引发这次冲突跟每次冲突都一样，就是泰军这个柬军在这个过去双方都在有一个默契的区域，他埋了地雷，炸死了几个泰军。那泰军当然军方他都是服从政府的政治判断啦。那可是这是政府的话，第一个他现在的政府要重新改选，对。第二个这个政府呢也看到这个柬埔寨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些嫌隙啊，所以这次打的就比较狠。中国大陆出手呢也比过去慢，这个战争已经打了快2个礼拜，那王毅才出手嘛，对不对？而且呢，这次柬埔寨还特别泰国还特别打掉6栋这个电诈集团的这些建筑物。你要知道，现在电诈集团一直在中南半岛窜，从这个缅甸被灭掉。从北方灭掉往南边妙瓦底，现在泰柬一起把妙瓦底一起端掉。现在最大的就在柬埔寨。对，那柬埔寨里面做的坏事不会比这个缅甸的里面。那泰国很清楚，这个电诈集团背后外面传言都是洪森他们这个政权的人，所以他这次在打电诈集团，那基本上这个也不是为民除害啦。为中除害，而且其实诈骗对于泰国的观光，先前讲到影响非常的巨大哈。这个泰柬的冲突，像大使所说的，这是时有所闻，冲突不断啊。不过在新一轮的冲突爆发之后，其实美国总统川普其实也和泰国总理就是阿努廷啊，还有呢柬埔寨总理洪马内两人都通了话。那他也曾经一度向外界表示说呢，这个泰柬双方在他的调停之下已经同意停火了，然后回归到和平协议。但是为什么在第一时间还是没有看到？就后来你看到冲突又起哈，双方就是停不下来，因为还没解决问题而且其实这个也是跟很多都是跟泰国内政有关啊。泰国最近也有爆发丑闻啊，就是一些。也是这些诈骗集团跟一些甚至跟就外籍人士有勾结啊，也是涉嫌到很多政治人物另外是刚刚提到要进入选举所以目前政府也是看守政府而已。那另外一直以来军方跟皇室跟那边的关系是非常密切，所以。军方不一定是按照政治人物来实行什么事情啊，包含停火了。对，所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因素，停火也没有那么简单。这即便而且我不得不说，泰国这个军政这个关系，还有这个商业人士跟军方皇室这个关系非常复杂，而且都是一代到第二代到新代、第三代，而你美国要介入的话，你必须要认识你那边你是什么家族的第二代，或你爸爸也是军，对你也是将军，这些关系是非常复杂。那美国今年是算是新政府，有新国务院新一批人员又上来，对不对？国防部也是新一批，包含就是负责印太事务了。那这些人根本不认识泰国那这些人士，所以很难跟他们说我们美国要你怎么样，这个真的不简单。所以结论就是，川普想的太简单了，是这样子吗？首先不得不说，川普当然是没想到要处理这个泰柬这个战争，他上来的时候他知道5·2要处理，加沙要处理，连康戈就是这么大的非洲战争，他大概知道这算是好大的事情吧。当然他早没想到，他还要负责这种处理这个东南亚的对他来说小战争了，所以。Ross 比川普想的还要再复杂、全面多了哈。我们讲到印太地区了，所以你比他了解亚洲，你比他了解。说到东南亚的影响力，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它背后凸显的是美中两强的这个角力竞争哈。那军文网站呢叫 Uni News， 他们就报道说，美国在2026年度
国防授权法案的子法，就是菲律宾增强韧性法案，已经通过了参议院的审议。而这项法案呢，是授权未来5年，每一年要提供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来支持菲律宾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还有美菲的军事合作，优先发展菲律宾的海岸防御、远程火力、防空啊，还有海上态势的感知能力啊。所以呢，看起来好像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啊，这是他们的假想敌，是这样吗？以及尹佑老师又怎么看？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现在泰检的冲突，其实它背后反映的是中美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是不是此消彼长？这边的话，我们先讲为什么美国它特别的一个重视菲律宾，因为其实这个是美国之前的一个经验跟教训。东北亚来看，他认为，我有日本就好了嘛，日本的第7舰队啊，在这个横须贺啦，或者在琉球啦，基本上就已经稳住半边天了。所以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美国把菲律宾的苏比克湾这边的基地取消掉了。那然后还有什么克拉克机场啊？讲白一点，就是他在菲律宾就撤走了。因为他认为，那个时候在这一个西太平洋这一边，在第一岛链这边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嘛。可是他没有想到，后来人民解放军起来了，中国起来了，对于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只靠一个日本镇住东北亚、东南亚这一边，他也必须要去做一些围堵也好、抗衡也好，他会需要一个基地。那再加上在前一阵子，我们看从川普第1任期那一段时间一直以来，当时杜特地的一个摇摆的一个状况，对于美国来说，等于我的东南亚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只脚被人家拿走了。所以我们后来在看那一段时间在南海这边的一个经营，跟现在美国要在这个不管是在印太的经营，或者是说在南海这个方面，他非常了解。第一个我要在地缘战略上抓住的就是菲律宾。所以现在小马可是这一边你要船有船，要飞机有飞机。讲白一点，他就是大力的去支持菲律宾，让菲律宾可以让这一个美国的第一岛链战略，南韩、日本、可能台湾、菲律宾到澳洲，把这个洞补起来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会认为，现在的川普他走的是一个离岸制衡2.0。我知道。中南半岛，我或许现在这个中国的影响力绝对跟以前不一样，可是我至少我先从海岸这一边去进行一个围堵，从海岸去做到一个离岸来去制衡内部，用菲律宾成为一个我进入到中南半岛、进入到东南亚的一个第一步棋。所以我会认为，其实现在菲律宾的地位对于美国来说是相当重要。那美国也知道他要帮助菲律宾，可是这菲律宾的经济状况绝对不是很好，所以他其实也会希望的是透过像日本，把这些船舰交给他，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他也知道说，我跟菲律宾这边可能是有一些相关的基地，小基地就好，但是我的提风飞弹可以快速的去做一个部署，让菲律宾这里成为一个进入到东南亚的一个跳板。所以在此刻，在美国的眼里，菲律宾重于其他东协其他的国家，是这样。我会认为这个是过去当然是菲律宾跟美国的互动关系。那另外来讲的话，泰国说实在也一样是重要，因为泰国它从2战的什么中立国啦，对，以及它的一个地缘战略，它刚刚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南半岛，我们说这柬埔寨啦，还有缅甸中间这个地方，而且过去美国跟泰国有非常多军事合作，最有名的就是这一个 Golden Cobra 金色眼镜蛇的这个演习，所以他其实也知道跟泰国是要去加强一个互动。可是泰国毕竟是陆上国家，而且附近的边界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太过于复杂，所以其实跟菲律宾比起来的话，菲律宾是美国可以100%掌握，但泰国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跟中国的势力的一个博弈在这边持续进行。对，眼前菲律宾可以100%掌握，但是美国也必须要想的一件事情是，万一有一天非亲美政权执政了以后怎么办？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